回溯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从此台湾海峡隔开了两岸同胞。但咱们中国从那时起就从未放弃过统一的坚定信念，这颗心日月可见。然而，近些年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愈发猖獗，尤其是民进党上台后，简直是无法无天，到处搞小动作，就好像真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弄出一副两岸是不同国家的荒唐模样。为了把台湾拉回祖国怀抱，大陆这些年可谓煞费苦心，尝试了各种办法。有人觉得咱们之前太心软，强硬手段用得不够多。就拿蔡英文执政那会来说，民进党继续玩台的老套路，嘴上不喊法理台独，但行动上一点没落下。他们篡改课本，搞去中国化，还拼命讨好美国，试图借助外部势力实现其分裂图谋。如今赖清德上台，台独势力更是在岛内嚣张跋扈，对此，大陆的反制措施也不断升级。一直以来，大陆想用柔性方法拉近两岸距离。经济方面，咱们觉得是个砸钱，并不能带来统一。从2008年开始，大陆开放游客赴台自由行，2015年巅峰时，一年有400多万人去台湾游玩。两岸还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像青年交流、电影节等，就想让台湾同胞感受到两岸一家亲。但后来两岸关系变差，2019年大陆暂停个人游，2020年疫情一来，团游也停了，交流基本中断。更糟糕的是，民进党搞教育改革，把课本改得去中国化，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印象越来越差，台独思想在他们心中扎根。外交上，大陆努力把台湾所谓的邦交国一个个争取过来，但台湾有美国撑腰，在国际上还有点声响，特别是台积电在芯片产业的地位，让美日等国虽不敢公然与台湾建交，却在暗地里支持。2022年佩洛西窜台后，美国甚至宣称要协防台湾，大陆也展示过军事力量，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台海危机时，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大陆就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近年来，像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的围台演习，2023年的联合利剑演习，规模都很大，但台湾民众似乎没被吓到。一方面他们觉得美国会保护他们，另一方面演习没真打，威慑力不足。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给台湾军事支持，还不断卖武器，美国军舰也常过台湾海峡挑衅。台湾仗着美国撑腰，根本不怕大陆军事压力。大陆不是不想动武，只是一旦动手，国际社会会乱套，美国、日本可能介入，经济还会面临全球制裁。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得慎重考虑。所以目前军事手段更多是展示力量，经济上给台湾优惠，民进党却不领情，还搞经济独立。军事演习没达到震慑效果，咱们也没利用好网络和短视频和台湾年轻人沟通，导致岛内台独思想越来越严重。不过大陆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对台独分子终身追责，严重的判死刑。但这还不够，得抓几个典型。军事演习也得更有力度，比如短期封锁台湾海峡。相信只要策略得当，祖国统一大业必将实现。你不过是存在一个联邦的名义，但它的实权一定是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虽然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共同承认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实际上在运作权力过程之中，这个国家已经分成3块了。俄罗斯同意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在对美国做一个重大的一个筹码的交换，否则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不可能把乌克兰直接放弃不要所以这双方是一个重大利益的交换。这个问题我觉得再次告诉全世界的人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是正义我们的情绪我们如何要讲什么仁义道德或者要讲这些东西，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国之间的博弈说到底就是冷冰冰的
这个利益交换，啊，我们必须得适应，否则的话你会出来打抱不平，你会觉得怎么能这样？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怎么能就把小国利益给牺牲了呢？乌克兰就把人家放弃了，然后叙利亚这边难道就同意让他肢解吗？哎，这个都是情绪化的一种看法，在国际政治上完全不适用。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应该学会去深刻理解，坐在这些大棋局旁边的这些高手们是怎么在思考问题的，怎么来进行利益交换的，为什么这个利益这个筹码跟那块筹码分量差不多，撤军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筹码，不足以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就是联邦制，联邦制是另外一个词的代名词，其实就是分裂分解这个叙利亚。当然了，俄罗斯这个联邦制的提法其实还有后手这个后手就是要看双方执行过程之中它有没有什么反复。比如说美国说乌克兰问题我不管了，这是他现在的承诺，以后他会不会反悔或者过半年或者过1年，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乌克兰问题，再跟这个俄罗斯进行叫板呢？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相反，既然你存在以后有这个反复的可能，我这边的联邦制就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那么对俄罗斯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这个概念的弹性。它可以朝2个方向谈，朝美国那个方向谈，那就是分裂；朝这个阿萨德这个方向谈，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之间的一个类似于美国这种联邦制它还是有中央政府，有州政府，对吧？大权还是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的权力仍然是把握在大马士革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美国所需要的那种分裂就有相当大的距离了。这个概念保持弹性，我相信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来看国际博弈中间的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就是特别像这个联邦制的提出，它就是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随时可以调整。那么相对应，你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和欧洲你对我的执行态度将直接影响到我对联邦制的定义。所以现在在整个谈判桌上分成了几派。当然对于阿萨德来说，联邦制他是不能反对的，因为这是俄罗斯人提出来的，所以他会尽可能的要求联邦制往中央集权方向来谈这是他的主要诉求。当然了，这个逊尼派就是他这个领土之内的这些很多反对派，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求分裂的，就是一定要求把这块代尔祖尔和拉卡这块割裂出来，让我们独立建国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库尔德人呢，显然也是非常倾向于建国，就是独立分裂。不过，这3派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达成共识，其实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仍然是由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更大的战略问题上能不能达成妥协，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叙利亚搞联邦制这个概念的提出，对其他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我们首先来看有几个国家是受这个事情直接影响的。首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乌克兰是整个这个交换中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本来没有必要跟俄罗斯搞得这么僵，现在爆发了内战，损失了土地结果什么也没得到，非但没有得到，而且加入北约这个事情空头支票也还要再推迟20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当初何必要跟俄罗斯对着干呢？我现在经济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而且没有内战，克里米亚还是我的。所以在整个这个游戏中间，可以说乌克兰犯了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他严重的低估了这个2个强权之间进行博弈，他夹在中间，这种国家是绝对没有好日子过的这是他的应该说最大的一个失败者。第2个失败者是谁呢？土耳其土耳其跟俄罗斯关系在这场战争之前，本来双方的关系是挺好的，俄罗斯给土耳其供应天然气，土耳其帮助俄罗斯这个发展经济，包括很多这个贸易，双方搞得都很不错。比如说我们去年去土耳其的时候，你看这个外国人很多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游客到土耳其去消费、去旅游，双方的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就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会看到土耳其现在跟俄罗斯就变得像仇人一样。当然了，我相信这个某种意义上不是土耳其的本意我相信他们走入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恐怕是土耳其人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就是
可能某一些承诺给土耳其人一种暗示，只要你跟普京对着干，只要你跟他发生这种冲突，那么你就会得到利益啊。你比如说土耳其，他现在跟欧盟之间有一些经济援助问题，他要加入欧盟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利益的这种转让啊，对土耳其来说，他们也是支持把阿萨德给拿掉，换成亲土耳其的，也是有这种企图的。但是他在整个布局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游戏的最终，他得到了什么？他非但没有得到东西，而且失去了很多。首先，阿萨德政权仍然非常稳固，他把它换掉的目的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没有完成。第二啊，也就是他为什么我说他走入了一个圈套，不经意之间打出这个库尔德人啊。我们都知道，库尔德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境内库尔德人始终是这个土耳其的心腹大患。如果在叙利亚那边打出个库尔德自治区乃至一个库尔德国家的话，哇塞，那整个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人就会产生极大的离心力。所以，当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逐渐成型的时候，我们看到土耳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内乱，甚至已经爆发了内战。最近连续一段时间，土耳其的各大城市都在发生爆炸案、恐怖袭击案。那么土耳其人已经在它的东南部跟库尔德人已经发生了战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内战的先兆。所以，土耳其在这个整个的棋局中间，它是损失严重的。我记得我们去年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它的整个治安情况，包括国民，包括整个经济都很不错，啊，让我们觉得这是个旅游胜地。短短的1年之后，风云突变，它就已经是恐怖主义到处活动，然后内战，甚至这个冲突已经濒临爆发，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决策肯定是存在着重大失误的，否则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它的战略上，我觉得是掉入了一个圈套。把俄罗斯飞机打下来对它有什么好处？没有半点的好处。结果呢，你反而得罪了一个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开始给你下眼药了。注意啊，现在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联合在支持库尔德人自治。那么对土耳其而言，这就是俄罗斯开始报复了，他得给你下眼药。如果库尔德人独立了，只能说明土耳其内部的内乱会更加严重，它有可能卷入长期的这样的一种血雨腥风。所以土耳其人呢，现在开始出现反思，他们在琢磨我们哪些地方走的不对。所以土耳其最近出现了重大的战略上的调整的迹象。这个迹象怎么体现出来？土耳其人开始跟伊朗人相互靠近。因为这有4个国家涉及到库尔德人的问题，当然，除了叙利亚、伊拉克啊，他们这个北部是库尔德人之外，另外2个大国就是土耳其和伊朗，他们的东南部和这个西南部，也就是在4个国家中间交界这个地方都有库尔德人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俄罗斯提出来这个联邦的这套思路，其实不仅刺激了土耳其，某种意义上也刺激了伊朗。啊，因为大家这么一看，按照这个方案执行，那么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一定会获得某一种自治的权利，而这种自治的权利获得将成为一个未来的基础，它会不断的生根发芽，最后会把其他另外3个国家库尔德人全部都卷进来，那就造成了不仅对土耳其有重大冲击，也对伊朗有重大冲击，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也是跟伊朗爆发过长期冲突的。啊，所以这4个国家库尔德人都是个严重问题。不仅现在土耳其人很担心，啊，就觉得自己战略上有点中了圈套，现在伊朗也有一些不满，啊，因为本来大家联合在一起，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啊，是为了巩固阿萨德政权，当然也是为了扩张什叶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但是现在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出现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理解到了普京一句名言啊，这个名言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只有战略伙伴，没有战略盟友，啊，这话怎么来理解呢？伙伴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一夜情了，盟友那是婚姻，啊，盟友就是在爆发战争情况下你必须要舍力、拼命、流血要去打的，这个叫盟友，但伙伴就要弱得多。哎，这种关系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只是阶段性的合作，
到了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我达成了我的目标之后，我就会走人，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土耳其现在靠近伊朗，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就是他们现在希望能够缓和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现在希望，就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最好的一个选择是成为俄罗斯跟沙特这个逊尼派这个领袖之间的某种过渡，啊，他准备承担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就是当俄罗斯跟沙特包括伊朗这两派斗争的非常激烈的时候，土耳其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它是逊尼派，但它不是沙特这么激烈的逊尼派。那么某种意义上，它如果能够起到这个缓冲作用的话，对双方对两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都比较容易处，啊，就是沙特要影响这个俄罗斯或影响伊朗，要通过土耳其，它就有价值了。反过来，如果这个伊朗和这个俄罗斯要去影响沙特，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啊，如果朝这个方向去转，这个说明土耳其还比较的聪明。现在我觉得伊朗和这个俄罗斯之间，虽然大家还是伙伴性的关系，但是双方已经意识到对方的帮忙能够帮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现在伊朗在跟土耳其靠拢，这是有原因的，就是双方共同都面临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啊，就是一旦联邦制得到被确认，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长期的内乱就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中间涉及到另外一个大国，就是沙特。沙特一贯以这个逊尼派的领袖自居。那么沙特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沙特总的感受可以描述成一句话：不满意，但可以接受。为什么不满意呢？沙特的一开始战略目标是彻底搞垮阿萨德啊，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谈判的余地的。但是后来，特别是俄罗斯卷进来之后啊，沙特开始反思，或者开始越来越清醒，认识到恐怕要推翻阿萨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已经打了5年了，5年都没有干掉这个阿萨德，你短期之内能做到吗？所以沙特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冷静下来了啊，就是这个虽然不满意搞成联邦制啊，但是呢，为什么可以接受？如果他朝美国所设想那个方向去发展，那对沙特还是很有利的。那不过就是个名义上的一个中央集权，对吧？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实权已经变到了地方上，也就是沙特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多控制了叙利亚2个省啊，代尔祖尔和拉卡。如果把这2块受这个沙特影响的地区置于沙特的影响之下，它至少还是有所得的。这个是沙特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感受。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这个新的局面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那句话，叙利亚保持领土的完整，这对我们来说利益是最大的。它如果分裂越往分裂方向走，其实对我们来说越不利。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你的国家战略仍然是一路一带，那沿途的所有国家越安定团结，越欣欣向荣，对我们来说越有利。那么它越是分裂，越是战争，对我们来说越不利。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使劲的机会，就是你没有杠杆，撬不动。那么在联邦制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这个局面呢，对中国来说就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它越来越走向肢解和分裂，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还有一种呢是走向一个这个中央集权更强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利益来说是比较好的。不管叙利亚这个联邦制最后以什么名义或者以什么形式来出现，那么这都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已经再也不可能回到5年之前了。可以说，叙利亚的完整、领土的完整、它的主权的完整性，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有全世界的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看的？在我看来啊，要把这个话用三言五语说清楚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我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下之后啊，我就想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在宏观节目中谈到的美元环流，它的逆转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也就是这是问题的根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状况，包括石油价格、天然气，包括大宗商品，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货币环流发生了逆转啊，这是我抛出的第一个观点。第二点，我说啊，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新丝绸之路把它理解成一个去产能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说这一点呢是把这个定义的太小。在我看来，就是不管是光明之路啊，光明之路也就是从哈萨克斯坦境内要打通交通大动脉，东西南北啊，然后还要建立仓储物流中心，来作为未来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我说，不管是你们的光明之路，还是我们的新丝绸之路，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大通道。当这条大陆的交通线全线贯通之后，海洋贸易的份额将逐步转移到陆地上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时间是0.几秒，我等待货运却要等待2个月。我说这已经完全是离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要求已经跟不上了。海运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太慢，这是它致命的缺陷。那么陆路一旦打通之后，即便是这个高速公路和这个普通的铁路，也可以把运输时间压缩到10天左右。然后如果是高速铁路，可能会压缩到3-5天，这个运输时间就更短。我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匹配我们现在经济运转的这个越来越快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认为啊，我说贸易大通道的转移，从海上向陆地上转移，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2个战略的最后的一个根本出发点，而且这还是对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第3个观点啊，我说在哈萨克斯坦反经济危机这个措施之中啊，很多人提出啊，要把制造业多元化把它作为一个主攻方向，也就是要搞进口替代啊，不要买这么多国外的制造产品，我们应该自己发展轻工业，因为它现在重工业发达，采矿业、能源这比较强大，但是它的轻工业制造却相对的薄弱，所以很多哈萨克斯坦内部的经济学者，包括他们的官员，主张用进口替代，用这个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振兴这个哈萨克的经济，把这儿称之为多元化。我说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啊，为什么呢？根据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状，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人口只有1700万人。我说你这么小的一个人口规模，也就限制了你市场规模的扩大。进口替代这种战略对于人口大国是合适的。我说，比如说像中国，我如果什么东西都从国外买，电视都从国外买，我10好几亿人口当然就不合算，对吧？但是你哈萨克这样的小国，你如果全部搞替代的话，你好不容易投资巨额的这个资本，然后建起这个工厂，却只有1700万人能够消费，你这种投资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济的，或者说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我说这种转型的方式其实背离了哈萨克斯坦真正的优势之所在。我说哈萨克斯坦的优势2点，一点是你的自然禀赋，就是自然资源啊，另外就是你的地理条件，就是地理位置。为什么自然资源它是一个强大的优势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石油啊储量170亿吨，在全世界是排得到前几名的。它的天然气4.5万亿立方米。除此之外，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所有的元素在哈萨克斯坦都有大量的储量。你比如说，它的钨矿占全球储量的50%，它的铀矿占全球储量的25%，它的铬矿占全球储量的23%。除此之外，铜、铁、铅、锌、钼，我们如果去查的话，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金属矿产的它的储量在全世界全部排前10名，这个规模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是哈萨克斯坦它真正的优势，也是你们传统工业的优势，这一点不能变。当然，现在它不景气，所以要发展另外一个新引擎。我说你以前是单引擎，现在应该经济这个改革之后，应该发展出双引擎系统。这个新引擎是什么？不是轻工业啊，应该是服务业。这就涉及到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了。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来看，你会发现哈萨克斯坦正好在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的心脏地带。
南来北往的交通线必经哈萨克斯坦。现在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东西向的横穿欧亚大陆板块的铁路、高速公路各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没有建成，所以物流量很小。南北方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个地方贫穷和所有地方贫穷本质上是一样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没有经过那儿啊。我们从去年走的很多国家，我亲身的考察，从土耳其到以色列，再到伊朗、印度啊，包括前不久去的这个柬埔寨和埃及，每个地方我必看它的历史上的商业贸易大通道。你会发现，所有地方的崛起都是那个地方物流起来了，大量商品从那儿过境，那个地方的经济就一定发达。只要国际大通道偏离了那个方向，这个城市必然衰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亚五国的落后，主要是横贯大陆东西的交通线没有打通，就是这个贸易大通道没有这么流。90%的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全部走海路，当然你内陆国家起不来，你怎么搞也起不来。但是，新丝绸之路和光明之路一旦对接之后，再加上现在的高速公路体系从西欧连到中国西部，现在在哈萨克境内已经全线完工，在俄罗斯正在加紧施工，也就是未来会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普通铁路，还有其他的这种管线，包括互联网。当这些东西全面开通之后，哈萨克斯坦会形成一个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的国际大通道的交叉路口，就是南北方向从印度，包括伊朗连通俄罗斯。东西方向是中国和欧洲连通中亚的所有国家，包括中东的所有国家。沙漠缺水怎么办？屋里老王来帮你。事实上，有些沙漠地区，尤其是沙漠边缘，是可以找到盐碱水的。你可以寻找沙漠中的各种踪迹，沿着它们就可以找到水源或者人群栖息地。首先，你可以寻找有水标志的植物，地面比较潮湿，长有荠荠草、白刺、三角叶杨、梧桐树、柳树、岩香柏、香蒲等植物的周围，一般都可以找到水源。你只要在这些植物下面多挖挖，就可以见到水。然后，你还可以留心观察野生动物的活动，尤其是早晨或者晚上，有昆虫、苍蝇、走兽、飞鸟的地方，附近一定会有水。跟踪它们的足迹，常常可以找到地下水源。你还可以看看地势，四面高、中间低的掌心地，或者三面高、中间或一面低、呈簸箕形的地区，以及群山间的低洼地，都很可能找到水源。还有牧民废弃的牛羊圈附近，常有他们用过的水源。凡是有水井的地方，当地牧民都习惯在附近山顶或者地势较高的地方用石头垒高作为标记，以示附近有水井。说了这么多，在沙漠寻找水源还是非常困难的。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试试自制露水收集器，挖一个浅坑，铺上一块塑料布或者其他不吸水的料子，其上堆放一些清洁的光滑石头，石头上的凝露会滴在塑料布上，到第二天早晨移出石头，收集塑料布上的露水就可以饮用了。不过这个方法得到的水量比较少，只能用来应急。当然，如果你当时恰好在驾驶沃尔沃 XC60，就完全不用担心，只要按下车内的 On Call 按钮，就可以要求沃尔沃 On Call 随车管家接线员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喂，请问哪里有水？看，有了沃尔沃 XC60，找水就是这么简单。怎样才能关注宏观微信公众账号呢？首先，在通讯录中点击公众号，再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搜索框中输入优酷宏观，搜到后第一个就是了，点击关注。注意，如果只搜宏观的话，会误搜到很多盗版账号哦，千万不要关注他们。在这样情况之下，南北东西的物流全部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汇聚，凡是贸易大通道经过的地方，必然是商业和金融中心崛起的地方。你看吧，所有国家都一样，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到这个纽约，再到中国的上海、香港、新加坡，谁不是贸易中转站？不是贸易中转站，就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很简单。那么未来如果说海洋贸易大幅度向陆地上转移，这个地方就会成一个新兴的经济重镇，大量的商品就会朝这儿聚集，与之相伴随的就是财富和货币的汇集。所以我说，哈萨克斯坦天然就应该把自己定位成欧亚大陆的一个中心市场既是商品的集散地，又是物流仓储的中心。在此基础之上，发展金融服务业的中心。很简单，商品在这儿汇集，大家在这儿采购，一定要使用各国货币，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使用卢布，还是使用欧元，所有人都在这个地方买东西，使用他本国的货币，所以这一定会发展成一个外汇交易中心。除此之外，金融服务业、贸易金融包括这个资本的各种服务，会带动很多其他的行业。你比如说法律你比如说财会，
这个服务业牵动面会非常的大。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有全世界这么多主要的商品的储量，金属啊，这个它的储量这么大，你天然就是个国际大宗商品和金属的定价国，因为你储量在全球50%，你当然应该具有定价权。怎么拥有定价权？要占领这个金融市场，要把这个大宗商品的期货和交易做起来。所以这样定位的话，这个把哈萨克斯坦定位成欧亚大陆的一个市场交易中心啊，然后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大宗商品中心，那你将会带动巨大的服务业、新增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同时，支撑它是什么？是哈萨克斯坦比较强大的人力资本，就是它承袭着是苏联过去的那套教育制度，它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哈萨克斯坦在1930几年就已经基本消灭文盲，99.8%的识字率。现在的高等教育，这个在校学生像阿斯坦纳受过高等教育高达40%。这么好的人力资本，这么高的受教育程度，转型高端服务业，当然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何必要去搞制造业呢？啊，所以我说你们最后调整这个战略方向，第二引擎啊，在我看来应该是服务业，而不是轻工业。啊，当然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阿西莫夫总理就马上让这个几个助手，他说把这个观点记下来啊，我们可以这个深入去讨论。结果会见的这个时间呢，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啊，这个结束会面之前，阿西莫夫总理就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但交流不要中断。你把你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包括你以前写过的东西，能不能整理成文字发给我？我说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把我们宏观的节目顺便一块儿发给这个总理。啊，给我们这个节目做个广告，啊，所以呢，这个结束了跟总理的这个谈话之后呢，啊，其实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转型啊，哈萨克斯坦的转型，其实现在都要找对自己的真正的重心。那么当天晚上，就是阿西莫夫总理啊，他亲自主持了一个招待宴会，请了很多这个参会的嘉宾，重量级这些嘉宾吧。然后我来到这个宴会上一看，啊，这个一抬头一看。好家伙，100来号人吧！我正好经过阿西莫夫总理啊，他是说等等啊，你认不认识马云呢？我说全中国人民哪有不认识马云的呀？这马云在旁边就笑了，他说这个阿西莫夫总理刚刚还给我推荐你的《货币战争5》，我说我早读过了。哎，我就问马云，我说你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等到新丝绸之路跟光明之路快对接的时候，你突然降临了啊！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哈萨克斯坦啊。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啊。如果说哈萨克斯坦要把自己定位成未来欧亚大陆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物流和集散中心，乃至于服务业的一个中心的话，那么可以说马云现在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啊，可见阿里巴巴这个商业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第二天啊，是整个会议的高潮了，这就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主持的2个会议啊，上午是一个闭门的圆桌论坛。我们现在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在这里参加阿斯坦纳的经济论坛。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几年呢，由于油价的暴跌，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受到了重创所以呢，阿斯坦纳这个经济论坛从全世界各地邀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大家群策群力，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那么哈萨克斯坦是中亚5国中间经济规模最大的一家，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线路。那么在新丝绸之路这个战略上，哈萨克斯坦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下午是对公众开放的一个大论坛我被分配到上午那个圆桌论坛。它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只给5分钟发言时间。包括总统在内一个人只说5分钟。我的主题呢，这是哈萨克斯坦指定的就说你一定说货币战争。你想想，我写了150万字的5本书的货币战争，你让我用5分钟阐述，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熬夜一开始写出是2-3千字，一讲半个小时不行，压缩压到1500字，压到1000字，压到800字，还超1分钟，所以这个就很紧张。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个一车人来了参加了会议，一共是这个11个嘉宾，
其中7个发言，我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啊，对吧？我们会看到这个参会这7个发言嘉宾中间有3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还有3个重量级的经济思想家，一个是哥伦比亚的这个 Jeffrey Sachs， 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亚瑟拉佛啊，就是美国80年代这个里根经济学派的他的核心代表，美国共育学派啊，可以说是灵魂人物。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MIT 啊，他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写了一本名著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然后这个会议主持啊，这个主持人是谁呢？是摩根大通的全球总裁啊。所以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啊。你是跟这些人在过招啊，5分钟时间能不能把核心观点说清楚，这个是比较紧张的。当来到这个会议室啊，我一看参加的除了我们7个发言的啊，另外还有4个他们的其他的部长。当总统一来到会议室，你会发现啊，他的气场是整个会场中最强大的啊。然后一开始是总统5分钟他发言介绍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这个摩根大通的总裁啊，他是负责分话题。我是分配第3个发言，然后我在听他这个主持过程中发现，银行家确实不一样，时间卡得非常死。在我之前那个 MIT 那个教授多2秒钟立刻被叫停，说谢谢你，好，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所以他完之后马上就到我了，介绍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他说既然货币战争是你发起的，那么你就来救火吧，你来谈谈货币战争这个话题。我一看大家都脱稿，算了吧，我就把稿子一扔，我也开始讲了。我说，现在全球所说的货币战争啊，指的是汇率操纵啊。中国就是经常被指责的嘛，说中国操纵汇率是为了保自己的就业和出口。我说啊，其实产生货币战争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说，形象地说啊，现在的全球货币流动好比一条货币的河流，美国是在河流的上游，中国哈萨克斯坦我们是在河流的下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挽救自己的金融体系，所以放了大量的洪水下来，几万亿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是由于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而不顾下游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和坏，所以这些货币洪流下来之后，底下人就得被迫进行抗洪救灾啊，因为否则你货币就会猛涨。但是你要进行抗洪救灾，大量买入美元，本币就会超发，本币超发的结果就会扭曲国内的一切市场。从房地产到大宗商品到一切这个市场都会被扭曲，结果造成了资产泡沫，造成了债务膨胀。这些问题都是由于上游发洪水造成的。现在上游的国家站出来指责下游国家，说你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经济体系？我说这是没道理的。当然，这个例子讲完之后啊，我看其实很多人是非常认同的，因为通过这个货币之和这个形象例子一听，大家其实就明白了这个东西谁是因谁是果。你在上头发洪水，底下人他的货币竞争是被迫的啊，他的货币的跟你保持汇率稳定，仅仅是想保持稳定，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行为，所以不能够理解成啊是有意要进行贸易战和货币战。我说这么理解是不对的，它的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存在着天然缺陷。我说未来的改的方向应该是把货币的河流变成货币的湖泊，也就是改变一个国家主宰全世界的货币松和紧的这么一种局面。什么叫货币湖泊？大家分享资源，大家分担责任。你比如说，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搞的特别提款权啊，像这个黄金，历史上的黄金，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非主权的货币，应该取代美元作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结算，包括储备和货币的核心。这样就能避免某一个国家权力太大，他要紧，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他要松，大家都发洪水，就是货币的干旱和货币的涝灾反复出现。我说这个是全世界现在面临的中心问题，包括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转型，也包括我们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所有国家面临的困境。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必须要改变现在的全球货币的机制。如果我们不改革的话，那就一定会在下次危机到来的时候，新市场国家全面短缺美元，会发生美元荒，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你不改革，最后就会迫使这些国家去美元化，因为它要生存，不得不选择其他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的话，我们所熟悉的、所熟知的全球化，
就转轨了，就变轨了，就不再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全球化了，而变成货币的区域化和经济的贸易的区域化。所以我说，面对全世界的选择只有2条啊，一条是进行彻底的货币制度改革，如果不改，那就是第2条。当下次危机来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货币体系将会出现区域化的分裂，那就是30年代的再现。不仅出现了美元区、法郎区、英镑区，随后还有世界大战。所以我觉得在阿斯塔纳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它是真正的问题的核心和焦点啊。当然，这个我的发言结束之后，我只用了4分50秒。那么这个圆桌会议结束之后呢，出来大家跟总统一块照相，这个他就握着我的手，他说我记住了你刚才这个比喻，货币的河流和货币的湖泊。本来在会场上大家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会议结束之后，这我看这些人大家都放松了，然后大家一块吃午饭，然后就七嘴八舌就开始争论刚才的话题了，也包括我这个2个比喻。但是讨论最多的，你会发现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探讨这些严肃话题之后，然后转回头来就开始说八卦，各种各样的这种故事，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奇闻异事啊，一个比一个能侃。你比如说这个 Jeffrey Sachs， 这一开口就是希腊、罗马、埃及如何如何。如果我没有去过埃及，没有系统准备过埃及这个资料，你连听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更别说去跟他搭上话了啊！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展示自己知识面的这么一种欲望。这个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些经济学家不再谈专业问题了，啊，闲聊的时候扯的都是历史文化。然后这个写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哥们儿那就更有意思了，扯得更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说到印加帝国，说到玛雅文明，啊，然后呢，坐我对面这个亚瑟拉佛啊，他是供应学派的创始人呐。然后他一见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有6个兵马俑。哎呦，我说您这专业什么时候改盗墓了？然后他说，哎，这个开玩笑，他不是真的啊，是仿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侃，从秦始皇一直侃到汉朝，一直侃到唐朝。真的，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个性非常的明显，就是展现自己的知识的肌肉，啊，就说你看你是中国来的吧，我给你讲讲中国历史。这个说了时间长，我半天没插上嘴，就是让我很郁闷。为什么呢？打到我地盘上来，咱们得说说美国历史啊。我就说，哎，我说你们家族是什么样的传承啊？哦，他说我的爷爷的祖爷爷，我们是德国人啊，我的祖奶奶这边是这个爱尔兰人，我们家是17世纪中叶就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家当年是在这个克利夫兰，啊，我一听我就说，我说你们家是不是还在比兹堡待过呀？哎，他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从比兹堡迁过去的。我说你不仅在比兹堡待过，你们很可能是在宾夕法尼亚，在那儿登的陆，特拉华的河口，也就是现在的费城，登了陆之后。举家往西迁到哈里斯堡，从那儿翻越阿布拉契亚山脉，到达了匹兹堡。哟，他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那很显然，当年那个时代，186几年，对吧？大量德国人，你不是德国人吗？德国人来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南北新英格兰你们不会去，弗吉尼亚不会去，你们去的地方就是宾夕法尼亚，一定是在那儿登陆。然后德国人，当你们移民的时候，你们有个特点，全部扎堆儿，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你们移民不是说单打独斗的，像英国人和其他人，你们都是好几百人、好几千人一块移，所以你们这个社区始终保留着强烈的德语色彩。他说对，他说我们那个社区啊，以前都说德语，后来这个1战以后，德语才慢慢的不说了。所以我在跟他这么一聊的过程中，哎，他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我说你们家那批人呐，如果是在1680几年去的时候，你们家你祖爷爷的祖爷爷应该是拿到了300英亩的那片土地，对吧？如果你晚20年，可能拿到了150英亩。你回去问问查查家谱，看到底你们当时是拿到多少地。哎，他说临走说你一定把你电子邮件给我留下，咱们好好聊一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就是语言流畅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语言本身是个很浅的东西，你要跟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接触。语言算什么呀？你当然谈的是语言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他一提他是哪个姓儿，或者他一提他们家的是从哪儿迁过来的，你立刻能把他的家族追踪出来，这样才会有共同语言，你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家族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才会有真正的共识。